秘密攒出来的超级舰队，机动战士高达 The Origin 设定和剧情解说第10集赤色彗星的诞生中。姆赛级轻型宇宙巡洋舰初期生产型是吉翁为脱离联邦进行独立而准备的一款宇宙战舰。按照吉翁制定的计划，姆赛级将作为吉翁舰队的中坚力量进行大量制造。虽然该型战舰在造型上比较奇特，但相比那些一登场就令人感到惊艳的机动战士，姆赛级在性能上的表现则并不突出。与联邦军同类型的萨拉米斯级巡洋舰相比，姆赛级在舰队战中与其对位并没有多少优势，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正面的横截面较小，被击中的几率相对较低。防护水平上虽然不如萨拉米斯级，但装备的2组推进器具有很强的推力，使得姆赛级的机动速度要高于萨拉米斯级，可以在调整舰队阵型时迅速完成转向，从而有利于应对在舰队作战当中发生的变化。然后就是姆赛级的武装，设了3门双管 Mega 粒子炮作为主炮，与联邦宇宙军的舰艇布局有所不同。鉴于后方的主炮实际的应用场景比较少，所以吉翁将主炮全部设在正前方，用于提升火力密度，这样也就相应加强了舰队对决时的打击能力，尽可能以较低成本弥补吉翁舰队在数量上的差距。然后每个主炮由2名人员负责，这些人员在舰长的指挥下，通过操作台的控制面板来对主炮进行操作，整个流程并不复杂，在指令下达之后就能迅速对敌发起炮击。一艘战舰一次齐射的威力足够将萨拉米斯级击沉。另一个攻击手段就是导弹发射装置，其导弹威力与联邦宇宙军使用的基本一样，但数量不多，仅设了2座导弹发射装置用于辅助主炮攻击，所以导弹方面要比联邦宇宙军的萨拉米斯级逊色。造成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姆赛级在内部用了相当多的空间，设置了用于搭载机动战士的格纳库，而这个格纳库就设置在了舰桥下方的舰体位置，可以容纳4架机动战士进行作战。如果机动战士需要出击作战时，这个位置的舱门就会打开，让机动战士出击。虽然舱门带有引导设备，但是姆赛级没有设置轨道和弹射器，需要机动战士通过自己的动力来完成出击，这就导致了机动战士出击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姆赛级要在进入战斗状态之前，就要先让机动战士出击才会稳当。并且在舰首位置的航天飞机也设了空间来容纳2架机动战士，所以加起来姆赛级最多可搭载6架机动战士作战。除去大规模战役的作战任务之外，航天飞机还能通过携带2架机动战士单独执行作战任务，这就使得姆赛级具备了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这样使用范围比联邦军的萨拉米斯级大了不少。而在姆赛级的防卫武装方面，使用的也是防空炮，用于进行近距离的防空。这些武装分别是3管防空炮2座和双管防空炮3座，总数不多，而且都集中在了舰体的后方。同时，防卫策略与联邦宇宙军的舰艇有所不同，吉翁则是由机动战士来负责主要防卫任务，这样就可以扩大距离，提前拦截对方，从而与防空炮一起构成了战舰多层次的防御圈，由此提升了姆赛级的防御能力。可见在设计时，吉翁就充分考虑了与 MS 进行协同作战的可行性，没有让2者之间成为相互独立的作战单元，而战舰与 MS 的相互配合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这在卢姆会战之前的多场战争中就已经展现。可以说，吉翁在作战模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正是在作战模式得到了突破以后，让吉翁有了在正面打败联邦军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吉翁在建造姆赛级时，为了掩人耳目，决定在一款民用宇宙飞船的基础上来开发姆赛级战舰，而这款民用宇宙飞船就是阿卡纳级。可以看到，在造型上，这2款宇宙舰艇基本没有多少差别。从外观上可以看出，姆赛级其实是将船体从上下倒过来进行布局，然后加高了舰桥部分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虽然基于民船进行开发有利吉翁加快开发速度，但这不是吉翁选择民船进行开发的主要原因。由于阿卡纳级来自于名为月神线的私营企业，而这家企业的主营业务就是提供宇宙物流运输服务，其业务范围覆盖多个殖民星等一大片宙域，这样吉翁就有了足够的空间进行操作，只要在不安装武器的情况下，先作为商船来避免引起外界注意，等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打造出几十艘姆赛级来组成舰队。但带来的隐患就是基于民用船只开发的战舰未必能够符合军用的需求，这一点反映到姆赛级这一战舰上，那就是吉翁在改造成指挥舰时，就需要先进行非常大的改动，而改造之后的姆赛级舰队指挥型仅体积就要比原来大出了将近30%，而多出来的这部分空间，主要是容纳更多通讯在内的电子设备，用来打造作战情报指挥中心，满足舰队指挥的需要。
而在造型上的变化，首先比较明显的地方是剑桥增加了一层，新增的这一层就是舰队指挥官的情报信息中心。可以看到这一层一共设置了4个操作人员的位置，其职责范围涵盖了通讯、情报和信息处理等等。其他的人员分别是舰队指挥官和舰队参谋人员，为方便这些人员指挥作战，配备有观察设备和全息投影设备。同时，在剑桥窗户位置还设置了多个显示器，这样情报指挥系统操作员将信息投放到显示屏上，来方便指挥官全面观看各方面的信息。当开始进行作战的时候，舰队指挥官就会返回到剑桥的下一层，这一层也就是操作舰艇和作战指挥的地方。所以这一层的人员配置首先就是舵手和舰长，为了以防万一，保障指挥舰的稳定运作，在舵手位置的正前方还增加了备用的操舵来应对紧急情况。剩下的人员就集中在舰长位置后方，一共是10个座位，对应10个操作人员，分别负责战舰上各个子系统的操作，并且在靠前的边缘位置还有2处子系统是由没有座位的操作人员负责操作。然后就是战舰第2个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就是两侧的推进器模块，除去造型上增加了机翼结构之外，推进器的动力输出也进行了加强，以确保这型战舰在体积增大后机动速度不会因此下降。而第3个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是这3座主炮，将主炮的口径和背径都进行了提升，使得主炮的火力变得十分强大，基本与联邦宇宙军的麦哲伦级战舰相当。虽然麦哲伦级的战力要比萨拉米斯级高一个级别，但经过改进的姆塞级指挥型与其对位，未必就处于劣势无法挑战。可以说，经过放大改进后的姆塞级舰队指挥型，按舰种划分超过了巡洋舰的级别，已经跟麦哲伦级战舰属于同一水平的战舰。而且指挥舰在已有的舰艇上进行改造的这一做法，吉翁也是参照麦哲伦级来进行的。不过麦哲伦级战舰本身的体积已经足够巨大，改造成指挥舰时不需要大动干戈，只是把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和配套的供弹系统换掉，从而留出空间来容纳指挥舰相关的子系统。所以联邦军的指挥舰没有像吉翁那样变化的那么大。接着是在上层空出的甲板位置增加一座麦格粒子炮来保持攻击力，其他的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仅剩外部涂装有所区别，以便友军单位进行识别提供保护。而反过来，吉翁在成功改造出指挥舰后，其实是可以在指挥舰的基础上发展出高于姆塞级轻型巡洋舰的全新一级战舰。但是受限吉翁的资源比较有限，加上发展方向要优先让位机动战士，吉翁没有选择发展全新一级战舰，而且姆塞级指挥舰也只建了1艘，然后将其命名为瓦尔基里号，来作为多兹鲁扎比专用的旗舰。之后鲁姆会战爆发，多兹鲁扎比乘坐瓦尔基里号率领吉翁主力舰队前往了鲁姆宙域。不过瓦尔基里号也没有成为唯一的指挥舰，除了瓦尔基里号之外，吉翁也给其他核心领导人员开发了新的战舰，而这1型战舰便是契贝级高速重型巡洋舰。这1型战舰的体积也比姆塞级的要大，但比多兹鲁扎比的瓦尔基里号指挥舰要小。该舰虽然与姆塞级同为巡洋舰，但存在诸多差异比较大的地方。这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就是造型，与姆塞级几乎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第2个差别是契贝级的格纳库可容纳12架机动战士，搭载的机体数量是姆塞级的2倍，拥有如此搭载量可以说几乎等同于登陆舰。而本身作为巡洋舰的契贝级自身配备的火力依然十分强大，但布局方式与姆塞级存在不同。首先是前后位置各安装了1座3管麦格粒子炮，没有像姆塞级那样集中在一处，而在舰桥左右2侧位置，口径较小的双管麦格粒子炮也各设了1座作为副炮，剩下的位置是在推进器这里也设了2座麦格粒子炮。可以看出主武器是按3个坐标轴方向进行布局，以便不调转舰艇方向的情况下，舰上主武器的射角就能覆盖各个方向。还有就是朝前攻击的导弹发射管设有8座，数量比姆塞级的多，这就使契贝级前方的攻击得到了加强。而舰艇的防卫模式也是主要依靠机动战士，自带的9座近防机炮则集中安装在了舰桥周围，其中2侧各安装4座，舰桥后方1座。如此布置可以看出，契贝级自带的近防机炮主要用于防卫舰桥这个核心部分，这就意味着近防机炮覆盖不到的地方，就只能由机动战士来负责防卫。不过作为指挥舰，能够迅速逃离危险，比强大的自卫武器要更加有用，所以在动力方面，契贝级表现得极其出色，一共配备了5个巨大的推进器，其产生的推力
能让七倍级短时间内完成加速，进入到高速状态，这样在遇到险情时就可以迅速脱离，从而提升七倍级在战场上的生存几率。也正得益于七倍级的优秀性能表现，使得吉翁高级领导人员对七倍级都相当满意，所以七倍级很快就得到了多个建造订单，没有像姆塞级舰队指挥型那样只建造了1艘。而目前已知完成建造的七倍级一共有2艘，其中外观是红色涂装的七倍级，命名为红色子爵号，其隶属于吉翁军康斯肯少将，而另外1艘七倍级的外观涂装则为紫色，属于是基西利亚扎比的专用舰紫寡妇号。作为顶层领导人员使用的战舰，紫寡妇号有针对基西利亚扎比的要求进行了改进，但具体的改进内容目前不详，仅在外形上看出部分差异。这其中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就是舰首和尾部这2个位置的造型不怎么一样，同时在推进器位置的单管麦格利子炮换成了双管麦格利子炮，加强了攻击力。除这几处有变化的地方之外，紫寡妇号其他的地方则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而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在吉翁夺取月面都市格拉纳达的这场战斗，就是由紫寡妇号率领基西利亚机关的部队执行的。这场战斗，紫寡妇号和姆塞级往月面都市格拉纳达上投放了多架机动战士。没过多久，吉翁很快就夺取了格拉纳达，结束了战斗。然后除了用于战斗和指挥的舰艇之外，吉翁还开发了用于运输补给的亚普级运输舰。该型运输舰大体上与联邦宇宙军的哥伦布级相似，都是在左右两侧设有2个大型的货柜舱，但是把舰桥放在了后方。其他各方面的功能与哥伦布级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虽然也能运输 MS 之类的武器装备，但没有像哥伦布级那样有改装成航母的版本，属于是比较纯粹的运输舰，所以在运输机动战士时不具备支持机动战士快速出击的能力，而且亚普级运输舰的速度太慢，如果执行集中运输 MS 的作战任务将不太适用。于是吉翁基于这样一个需求，开发了另一款运输舰支持集中运输 MS 作战的需要。而这一款运输舰便是巴布亚级，虽然也是采用在左右两侧设置货舱的结构，但内部空间有针对机动战士进行了优化，从而有效提高了内部空间的利用率，并且配套有完整的设施给 MS 提供维护保障。尽管没有设置弹射器之类的辅助工具，但舱内设置有吊臂提供出舱辅助，可以帮助机动战士完成出舱操作。接着机动战士驾驶员调整好姿势后，就直接出击脱离运输舰即可。而在运载量方面而言，巴布亚级对比亚普级没有优势，但自身机动速度很快，可以参与到作战任务中去发挥作用。而在卢姆会战中，巴布亚级运输舰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吉翁为了出其不意歼灭联邦宇宙军主力，吉翁便将 MS 主力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突袭大队，然后搭乘巴布亚级运输舰与吉翁姆塞级舰队分成了2路，在到达预定地点后向联邦宇宙军主力展开进攻。以事后的角度来看，吉翁的这一部署虽然兵奇险招，直接露出了核心腹地，但最终以较短的时间内歼灭了联邦宇宙军主力，成功在联邦提安姆舰队进攻吉翁本土之前，多兹鲁扎比率领的吉翁主力完成了打败联邦这一大壮举，使得联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惨败。于是卢姆会战便以吉翁取得胜利到此结束。然而比较遗憾的是，联邦与吉翁的这场战争并没有就此画下句号，而这场卢姆会战的胜利也让吉翁公国上上下下都陷入到了一种不可自拔的疯狂状态。具体体现就是以基连扎比总帅为代表的大多数人还想继续扩大战争来捞取更多利益，而且基连此时的思维已经有了种族划分的观念，开始提倡将宇宙居民作为新的种族，来引导人类走向进化的新时代。对此，吉翁国王向基连扎比进行了警告，要求抓住现有难得的机会，将联邦拉到谈判桌上结束战争。虽然基连扎比没有明确反对进行谈判，但是2人因为选择路径上的冲突，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由此可以预见，基连扎比口中的理念如果不扑灭的话，这场战争将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有尽头。届时，人类将会不可避免地迎来更多灾难。